张凌赫被无端攻击。于梦龙离世后，他为何成了众矢之的？背后真相令人心寒。风暴前的宁静，娱乐圈从不缺热闹，也从不缺眼泪。然而，2025年的春天却带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含义。那一天，新闻推送的第一行字像一道闪电，撕开了整个华语娱乐圈的天幕。演员于梦龙因病不幸离世，一瞬间，微博、朋友圈、视频平台全都陷入了哀悼的海洋。人们发着旧照，写着回忆，字里行间都是心疼。他温文尔雅的笑容，他认真揣摩台词的模样，被一遍遍转发。可就在所有人沉浸在悲痛的时候，另一股暗流正在悄悄酝酿。风暴的中心是一个无辜的名字，张凌赫。流言的种子。第一条恶意评论出现在深夜2点。他是不是因为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受益？于梦龙刚走，他那边资源就上来了，真巧啊。起初只是几句带着酸味的猜测，但短短几个小时后，这些话被放大、拼接、加工成证据。有人伪造截图，有人编造所谓业内爆料，甚至还有营销号发长文分析。资本如何借悲剧推人，谁在暗中接替位置？于是，社交平台上掀起了滔天巨浪。热搜第一，张凌赫蹭热度。评论区像被火点燃一样，骂声此起彼伏。没有人问真相，只有人发泄情绪。沉默的回应。那几天，他的社交账号成了风暴眼。有人怒骂，有人讽刺，还有人留言你该道歉。可张凌赫一直沉默。他没有发声明，也没有回应媒体。拍摄现场的工作人员说，他每天依旧早到，认真拍戏。有一次收工很晚，他一个人坐在灯光下，对着镜头反复读台词，嘴唇都有些干裂。他是不是懦弱？有人质疑。不是，他只是选择不让悲伤被利用。这是他朋友在群里说的一句话，简单却震撼人心。后来有人才知道，他私下曾为于梦龙点了蜡烛，默默祈祷。他只是没发出来。从无名到光亮，张凌赫并非一夜成名。他出道那年，几乎没人认识他。在剧组演了无数小角色，几句台词，镜头不到5秒。有一部戏，他拍了3个月，结果角色被剪到只剩背影。我觉得背影也要有故事。他笑着说过。就是这句话让很多导演记住了他。他不靠绯闻，不炒话题，也不参加无意义的综艺。他知道观众可以被流量吸引一时，却终究会被作品打动。命运的拐点。2025年本该是他事业新的开始。2部作品连播，一部口碑尚可，一部因剧情争议被骂上热搜。他没躲，也没辩解。我还没做到最好，这些批评我都记下。在一次直播中，他神情坦然地说。那一刻，很多路人粉开始重新认识他。一个不完美但诚恳的演员。然而，命运似乎总喜欢在他刚抬头的时候，再次给他重击。于梦龙的离世，让一切都改变了。风暴突袭。悲伤的夜晚，本该属于安静与思念。可网络上的某些角落，却在酝酿另一场喧嚣。他冷血。他没发到文。他在等热度过去再发。各种揣测铺天盖地。实际上，那晚他在家关掉了所有社交软件。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看着与于梦龙的合照，泪流满面。他不想让悲痛变成噱头，不想让任何一句真情被误读。但网络不懂克制。沉默被解读为冷漠。不发声被认为是心虚。人性的审判。心理学家说，当人们面临悲剧时，总需要一个发泄口。而张凌赫恰好成了那个人。他不热衷社交，也不常公开互动，这种低调在那个敏感时期被误读成心虚。于是，攻击开始泛滥。恶评像病毒一样复制，标题越写越夸张，真相曝光内情震惊。最荒诞的是，有人竟伪造他与于梦龙不和的证据。截图、聊天记录，全都是假造的。他没有反驳。
只是告诉经纪人，我不想让悲剧变成流量。那一夜，他的经纪人哭了。粉丝的灯火。当全网都在冷嘲热讽时，是粉丝们站了出来。他们自发搜集证据，逐条辟谣、截图、举报、申诉。他们熬夜写声明，只为一句话：他没有错。一位粉丝写道：他不完美，但他干净。他不解释，因为他尊重逝者。可我们不能让沉默的人被冤枉。这些话被转发上万次，人们开始意识到，或许真相并非眼前那样。那一夜，无数账号点亮了一盏小灯，写着：给被误解的他一点光。真相的裂缝。随着时间推移，一些媒体开始调查，结果令人震惊。所谓的内幕截图全部伪造，爆料人其实是靠卖料赚钱的营销账号，背后更有团队在推波助澜。舆论的潮水突然反转，很多人删帖道歉，但伤害已造成。张凌赫依旧没说一句狠话，他只是转发了一条公益项目，善意也是一种勇气。没有解释，只有态度。在沉默中重生。经历那场风暴后，他变得更沉稳。他开始远离社交平台，把更多精力放在表演上。每天早上练声，下午排戏，晚上读书。演员要有生活，才演得出人。这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。后来有记者采访他，你怎么面对误解？他回答，时间会替我回答。短短一句话，却像锋利的光，穿透喧嚣。新的起点。夏天，他与陈都灵合作的新剧合力开机。消息一出，全网关注。这不是因为流量，而是因为人们终于愿意重新看他。剧中他饰演谢卓，一位外冷内热的雪狼妖，冷峻、孤傲，却有着温柔的灵魂。拍摄期间，他多次亲自上阵拍打戏，背部擦伤，但仍坚持完成。疼吗？记者问。他笑着说，比误解轻多了。那一刻，所有镜头都安静了。被时间洗净的名字。风波过去，时间像河流，冲淡了浮尘。人们重新看见他，一个不争不抢、认真演戏的演员。他不再频繁发动态，也不再解释，但每次作品上线，总能看到网友留言。他终于被看见了。有人说，时间会淘汰喧嚣，也会留下沉默的真诚。张凌赫正是那样的存在。镜头后的温柔。片场路透中，记者拍到他帮道具师收线、搬椅子。你不怕舆论再来吗？有人问。他笑了笑，怕过，但我更怕自己不再热爱。这一笑不是无畏，而是释怀。他学会了不和世界较劲，只与自己较真。也许这才是一个演员最真实的成长。真诚的光。人生没有永远的掌声，也没有永远的误解，有的只是时间与信念的较量。张凌赫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世人，清白不需要喊，努力不需要证明，真诚不需要包装。他教会我一件事，沉默也能有力量。这场风暴的尽头是成长，是尊重，也是希望。他从风暴中走出，不是为了让人原谅，而是为了让人理解。感谢与共鸣。感谢你看到这里。如果这个故事让你有一瞬间的触动，请留下你的想法。你相信沉默的力量吗？你是否也曾被误解、被冤枉，却仍选择善良？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故事。每一次留言都是一种共鸣。别忘了点击关注，留言互动，你的支持是我继续讲故事的力量。让我们一起让真诚的人与故事被更多人看见。